大家好，我是 Nancy，一位生活在加州硅谷的房地产经纪人。过去几年中，我已经协助超过200个家庭在加州完成买房与卖房。今天这期影片，我想和大家深入聊一个很多人好奇的一个话题，那就是硅谷收入最高的城市到底是哪里？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，收入是决定房价最核心的变量，因为房价本质上是购买力的体现，而购买力的核心就是家庭收入水平。在这期视频中，我们参考平均家庭收入，也就是 average household income， 来分析湾区最富有的城市有哪些。如果我们结合多个数据来源进行整理，包括 California Demographics 以及媒体报道，例如 KTVU 的数据，目前湾区平均家庭收入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大致包括 Atherton、Hillsborough、Los Altos Hills、Woodside、Palo Alto、Los Altos、Portola Valley、Saratoga、Menlo Park 和 Cupertino。这些城市基本构成了硅谷最核心的高收入区域。从具体数据来看，第一类可以理解为超高净值城市，这些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通常在45万到60万美金以上。例如 Atherton 的平均家庭收入大约在58万到62万之间，而 Hillsborough 大约在50万以上， Los Altos Hills 和 Woodside 通常也在45万以上。这一层级的买家很多并不是单纯依赖工资，而是以资产、股权和投资收益为主。第二类是硅谷核心的顶级科技财富城市，这些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大约在38万到42万之间。例如 Palo Alto 和 Los Altos 的平均家庭收入通常在40万左右，而 Portola Valley 也接近这一水平。这些城市的居民通常包括科技公司高管、资深工程师以及创业者。第三类是高端富裕城市，这些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大约在30万到35万之间，例如 Saratoga、Menlo Park 和 Cupertino。这些区域主要由双高收入科技家庭构成，很多家庭的收入来源是工资加股票组合。另外一些高收入优质城市包括 Los Gatos、San Ramon、Pleasanton 以及 Lafayette 和 Danville。这些城市的平均家庭收入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。这些区域虽然不属于最顶级财富市场，但仍然属于湾区非常稳定且优质的居住区域。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整体来看，可以发现湾区不少优质城市的家庭收入结构大致分布在20万到60万之间。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因为不同收入层级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市场逻辑。例如在 Atherton 或 Hillsborough， 这些市场更多是资产型买家，而在 Palo Alto 或 Cupertino，这些区域更多是依赖高薪和股票收入的科技家庭，而在 San Ramon 或 Pleasanton， 这些市场则更偏向贷款驱动，买家对价格更敏感。如果我们再从地理角度来看，会发现这些高收入城市几乎全部围绕着硅谷的核心就业区域，例如 Cupertino 对应 Apple，Mountain View 对应 Google，Menlo Park 对应 Meta，而 Santa Clara 聚集了 NVIDIA 和 Intel， 这些高薪就业机会是支撑这些城市收入水平的根本原因。此外，湾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那就是很多家庭的收入并不仅仅来自工资，还包括股票和资本收益。这也是为什么像 Palo Alto 这样的城市，平均收入会明显高于传统认知。如果帮大家总结一下，硅谷收入最高的城市通常具备3个核心特点，那就是高薪就业集中、优质学区以及土地供给有限。这3个因素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一个长期稳定的高收入和高房价市场。如果你正在考虑在湾区买房，或者你想了解你的预算适合进入哪一个收入层级的市场，欢迎随时和我交流，我可以根据你的预算和需求帮你做更精准的分析。你也可以点击下面我的个人网站获取更多资讯。我是 Nancy， 已经帮助超过200个湾区家庭完成置业。我们下期见。